借3000块救命。陈建农，你媳妇肚子里怀的是个金疙瘩，就你们二房的穷酸样，也敢生孩子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他李秀芝撑不住，我们大房也不会掏1分钱。大嫂，我求求你，秀芝是为了修那漏雨的茅草棚才被砸伤的。咱爹临走前，你们把10亩鱼塘和这套2层新砖房全分走了，就分给我半座种不出庄稼的盐碱地，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！你们吃肉就不能给我留口汤救命吗？胡说八道！分家协议白纸黑字按了手印，爹把那个破石磨分给你，就是看透了你这辈子就是个崔嬷嬷的命，想要钱行啊。你把那破石磨砸了，卖给村头王大爷，我顺便再赏你这10几块钱，够不够给你媳妇的医药费？哈哈哈哈！建农，爹知道你委屈，但你今天必须给爹记住，3年，哪怕你们2口子再难，也绝不准卖掉那座黄山，那个石磨，你就是拿命护也得给我护住了。敢提前砸开，爹在地下也不安心。哟，哑巴啦，舍不得你那破石头啊？那就赶紧滚，别脏我家新铺的水泥地。陈建强、赵春花，你们记住，今天这3000块钱你们不借，我陈建农认了。但这石磨，我就算再难，也绝不会动它1分1毫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们最好祈祷，你们那鱼塘能护你们一辈子。爹，您再坚持坚持。张大夫说这服药能帮您顺气儿。来，儿子喂您喝一口。行了，老二，爹都喘不上气儿了，你还搁这灌什么苦药汤子？纯粹是折腾人。爹要是心里还有数，就该趁着现在还有一口气儿，赶紧把老支书请过来，把家里的产业清清楚楚的分了，这才是办正事儿。大嫂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爹还躺在这里喘气呢，你张口闭口就是分家产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爹？咱们做小辈的最起码的良心总该有。没大没小，春花说错了吗？爹这病拖了大半年了，大夫早就让准备后事了。今天要是不断期前把家分明白，以后我们亲兄弟不得因为这点东西扯皮。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老陈家的和气着想。陈建强，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你爹瘫在床上这大半年，哪天不是建农和秀芝2口人端屎端尿的伺候？你和你媳妇嫌屋里味大，连这道门槛都不愿迈进来。现在你爹快行了，你倒跑来抢着分家了，你这书都念到狗肚子去了。老支书，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是在镇上忙活大生意，抽不开身。再说了，爹今天把您叫来，不就是为了立遗嘱分家的吗？您既然来了，那就赶紧办正事吧。建农，别拍了，扶我靠起来。支书老哥，麻烦你做个见证，趁我脑子还算清楚，把这家分了。哎呦，爹，您放心，不管怎么分，我和建强肯定给您把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。您说吧，咱们家那10亩大鱼塘，还有村口那套盖好的层红砖大八房，您打算怎么规制？支书老哥，你记下来，村口那2层新的红砖房给长子建强，家里那10亩鱼塘的承包权也转给建强。爹，您怎么能这么分？那10亩鱼塘是建农顶着大太阳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。当时为了买第一批鱼苗，建农去砖窑厂扛了3个月沙袋，我还回娘家借了2万块钱。秀芝，别说了，别惹爹生气。我不，还有必须说清楚，他们2口子出了什么力，凭什么刀全是他们的，咱们就活该受穷。弟妹，你这话太不懂事了。老陈家的规矩，好产业都留给长房长孙，建强是长子，以后村里红白喜事人情往来，不都得他拿钱撑老陈家的脸面吗？就是算留给建农，他那榆木脑袋会做生意吗？会跟镇上大老板打交道吗？好东西给他也是糟蹋。我拿着鱼塘做大做强，以后2弟真揭不开锅了。我这当大哥的还能少他一口饭。建强、春花，你们2口子做事不要太绝，这鱼塘是建农2口子的心血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。老哥，你这么偏心，以后让建农2口子怎么在村里立足？让秀芝肚里孩子生下来去喝西北风吗？支书，您别劝了，爹从小就教我长幼有序。这鱼塘和房子，既然爹做主给了大哥，那我1分都不要，只要爹走的心里踏实。这分家单子我签。哎呦，还是咱们老二明事理懂规矩。建强，赶紧的，趁着支书在这儿，赶紧让老二把字签了，白纸黑字按上手印，以后谁也别反悔。建农啊，爹知道，爹对不住你。村后头咱们家那半座黄山，还有院子那台快散架的老石磨，分给你。哎呦，爹还是疼老二啊！村后头那半座山全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，种地地不长，栽树树死绝，正好给老二2口子去散散心。还有院子里那台老石磨，那可是老古董了，留着当个传家宝多好啊！半座不长庄稼的盐碱地，一台破石磨，爹您这是要把我们一家3口往死路上逼呀！爹，我接了，荒山就荒山，我有一把子力气，饿不死秀芝和孩子。爹，您说我听着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3年之内，哪怕你们2口子穷得去要饭，哪怕饿死，你也绝对不许把那座山包出去，更不许把那个石磨砸了或者卖了。爹，为什么？那就是个破石磨，不许问为什么，你必须发誓，不仅不能卖，每个月的抽1，你必须亲自推那个老石磨，把磨出来的豆汁儿一滴不剩的全洒在荒山的盐碱地上。爹，您糊涂了呀！那盐碱地浇水都活不了庄稼，撒豆汁有什么用？咱们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哪来的豆子去磨呀？建农，你发誓，敢卖石磨少磨1次豆子，我做鬼也不原谅你。你发誓。好，爹，我发誓，我陈建农今天对天起誓，3年之内我死守荒山，绝不卖掉老石磨。每个月初1我用它磨豆子养地，如违此事，天打雷劈。建农、建强，给你们爹磕头吧，老爷子走了。
哎呀，爹呀，您怎么走的这么突然啊？老二，爹已经走了，遗嘱也定下来了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我要把爹停在红砖新房里办丧事。既然分了家，你们今天就搬到后山茅草棚去住，别在这碍手碍脚的。大嫂，爹尸骨未寒，外面就要下暴雨了，你让我一个孕妇搬去漏风漏雨的茅草棚，你还有没有点人性？弟妹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山是你们的，你们不去山上住去哪儿？我那新砖房刚装修好，你们身上一股子穷酸味儿，别弄脏了我的新地砖。建农是个爷们儿，就麻溜点，别让人看笑话。秀芝，别求他们，我们走。只要我陈建农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会让你和孩子饿死在那荒山上。从今天起，这红砖房、大鱼塘都是咱们的了。秀芝，你往炕角里再靠靠，那边漏得轻点儿。建农，我肚子隐隐作痛，这棚子柱子晃得太厉害，我怕撑不住。秀芝，对不住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等雨停，我就去砍树加固这棚子。爹留下的那台石磨，我用油布盖好了。下月初1就按爹的遗律推磨养地，只要勤快，咱们肯定能熬过去。我不怕苦，只要咱们一家3口平平安安的。秀芝，小心！建农，我的肚子好痛，见红了，救救孩子！秀芝，你别吓我，我这就带你去镇卫生所，你撑住！大夫，救命！快救救我媳妇儿！建农情况非常不好，弟妹受重击动了胎气，引发大出血。咱们卫生所设备太差，必须马上转县医院保胎，晚了大人孩子都保不住。张大夫，转院，马上转院！求求您救救我媳妇儿和孩子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建农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去县医院急救抬胎，加上救护车和住院押金，你兜里最起码得准备3000块钱，少1分钱，县医院抢救室都不让进。你快去筹钱，救护车半小时后就到。3000，我上哪去弄这3000块啊？大夫，您先帮我稳住秀珠，我马上就去借。我去求我大哥，他前几天刚卖了鱼，他有钱。大哥，就是10个鸡蛋。大哥，大嫂，开开门啊！救命啊！大半夜的好深呐，陈建农，你这一身臭泥水，别往我家刚铺当地砖上踩，有话站在台阶下面说。大嫂，秀芝出事了，茅草棚塌了，秀芝大出血，急需3000块钱去县医院讨胎，求你们借我3000块钱救命吧！哎呦，生孩子嘛，哪个女人不生孩贵？就你媳妇儿娇快，你当我们家是开印钞厂的？大嫂，这10个鸡蛋是我刚买的，给大侄子补补身子，求你们借我3000，我写借条付2份利息，等秀芝生了，我给你们白干3年活抵债，行不行？老二啊，不是大哥心狠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卖了鱼的钱是准备扩大鱼塘的专项资金，哪有闲钱借给你？大哥，里面躺着的是你亲弟妹，怀的是你的亲侄子，人命关天，秀菊不去医院，今晚就是1尸2命。当年为了挖那10亩鱼塘，我累得吐血，现在鱼塘全归了你，新房子也归了你，可现在是救验死不救。陈建龙，你少翻旧账，鱼塘和房子是爹临终分给我的，你现在眼红了，道德绑架了。就是，没钱你结什么婚？没钱你生什么孩子？连老婆都养不活，算什么男人？还有脸跑来大呼小叫？赶紧滚！大嫂，我不进屋，绝不弄脏地砖。这鸡蛋你收下，发发慈悲吧。救护车还在等着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拿走拿走，谁稀罕你的破鸡蛋？我们家大宝吃的是进口奶粉，吃你这沾泥的鸡蛋也不怕拉肚子。哎呀，你瞎了眼啊！看看你把我家台阶弄得又腥又臭，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晦气我们的。陈建强、赵春花，今天这3000块钱，你们真的见死不救，1分都不肯出。老二，别说当哥的狠心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镇上挖沙的王老板一直想买你后头那半座黄山，你把承包权卖给他，别说3000、3万他都出。对对对，还有丢给你那个破好空子，那可是上再回去把它砸了，卖给石匠铺铺打地基，起码也能换几百块钱。你守着那堆破石头当饭吃啊？卖山砸石磨，你们休想！爹临终前怎么交代的？你们忘了吗？今天我陈建农就是去卖血，去工地搬1辈子砖，也绝不会违背爹的遗训动那石磨一下。真是榆木死脑子，守着个破烂石头当祖宗。既然你不听劝，那你就回去眼睁睁看着你老婆孩子死吧。我们家没钱给你填这个无底洞。春花，关门！赶紧滚吧！记住，以后你们家是死是活，别来沾我们大房的边儿。你们今天的话我刻在骨头里了，从今往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以后哪怕你们哭着求我，我也绝不踏进这扇门半步。哈哈哈！笑话！我鱼塘大老板，以后会去求你个连药费都掏不起的穷光蛋，我就是穷死也不会囚徒到你头上。滚！不行，秀芝还在等我救命，哪怕是去给老支书写书，我也要把这3000块钱借出来。老支书，支书大叔，您开开门，救命啊！
建农，这大半夜的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不在茅草棚护着你媳妇儿，跑这儿来干啥？茅草棚塌了，秀芝被木梁砸了肚子，大出血在镇卫生所，必须转县医院交3000押金。我去求大哥，他一分不见，还让我等死。陈建强那个没良心的畜生，亲弟妹难产，他竟然见死不救。建农，你别急，支书大叔，我知道村合作社有一笔农资救济款，求您帮我担保借我3000，我打欠条算利息，当牛做马也还上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是个踏实后生，担保我做了。走，跟我去村委拿钱，现在就叫合作社的面包包车送弟妹去县医院。陈建农家属在吗？在，大夫，我媳妇儿和孩子怎么样了？算你们送来的及时，血止住了，胎心也稳下来了。不过孕妇身子极度虚弱，必须住院保胎1周，补充营养，不能再干重活受刺激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只要人还在，咱们就不会亏。听见没？大人孩子的命都保住了，3000块钱已经交给医院，你这几就在这儿陪着秀芝。支书大叔您放心，等秀芝出院，我去后山开荒，去镇上扛水泥，一定把钱尽早还上，绝不让您老人家在村委难做。建农啊，听说弟妹住院花了合作社不少钱吧？哥哥今天来给你指条明路，送钱来的。黄老板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什么话直说。你那半座黄山全是盐碱地，我找人看过，山背面适合挖沙，承包权转我3年，这5000块拿去还债，剩下的给弟妹补身子，怎么样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山我不包，也不卖，嫌少，我再加1000，6000，不能再多了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发过毒誓，3年内死守荒山，绝不转包。您请回吧。守着一个死人遗言，放着6000不要，你那盐碱地能长出金子？行，你有骨气，我倒看你硬气到什么时候。建农，6000块钱呢？咱们真的一点后路都不留了吗？那盐碱地，咱们就算累死也种不出好庄稼呀。秀芝，人活着得讲良心，得重诺言。我答应了爹的事儿，就是把命搭上也得办到。明天就是初一，我得把爹交代的事儿办了。爹，今天初一，您交代的事儿我没忘，这黄豆是我用工钱换的，今天我就推磨养地。建农，你为了照顾我又去扛包，一天睡2-3个小时，身子怎么受得了？这石磨一个人怎么推得动？你别管，回屋躺着。我答应的事儿就是磨出血也得把它推转了。切！转，给我转啊！建农，这味道闻着好舒服，这不会就是爹临终前非逼你发毒誓，让你每个月初一必须磨豆子养地的原因？秀芝，爹绝对不会害我们，这石磨有古怪，我这就去把这些石浆兑水全撒在盐碱地上，看看爹到底留了什么指望。秀芝，慢点走，当心脚下滑。建农，这磨出的浆水怎么带草药香？我闻着肚子都舒坦了不少。爹临走逼我发毒誓，每月初一推石磨，浆水全撒热盐碱地。我当时不懂，现在全明白了，爹是给咱们留了条活路啊！爹，儿子按您说的办了，保佑咱家地能长出庄稼来。建农，快看，土的颜色怎么变了？刚才还硬得像石头，现在看着跟黑油土一样，松软，肥得流油。这土比大哥鱼塘的淤泥还肥。爹留下的石磨是个神物啊！老天爷保佑，爹保佑，咱们家有救了，孩子生下来不用跟着饿肚子了。秀芝，你坐着歇会儿，趁土有劲儿，我今天就是不吃饭不睡觉，也要把黄豆种子全点下去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是建农家的那块盐碱地！支书大叔，快来看看我的黄豆苗长得咋样？建农啊，你这是施了什么仙家法术？这可是出名的死地啊！狗尾巴草都活不过半月，你这豆子半个月怎么长得比人家2个月的还粗壮？支书大叔，喝口水，这都是贱民起早贪黑施弄的功劳，也是老天爷赏饭吃。奇迹，真是奇迹！这豆子没有化肥味儿，全是清新的草木香，你要发大财啊！等豆子结了荚，去镇上绝对能卖好价钱。合作社那3000块钱，你不用愁了。支书大叔，您放心，等这第一批黄豆收上来，我卖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村委把您的担保账给平了，连本带息一分不少。哟，这不是种地楼魔陈老二吗？还在破石头山上抠泥巴呢。弟妹肚子这么大了还出来吹风，别再动了胎气跑来借钱，我们可没闲钱打发叫花子。哼！老二啊，盐碱地趁早放弃吧。我鱼塘刚进了高档桂鱼苗，你揭不开锅就来我鱼塘挑鱼粪，一天30块工钱包午饭，够意思吧？建强，你把嘴放干净点，你眼瞎了？过来睁大眼睛看看建农种出什么来了。
这不可能，破盐碱地怎么会长出庄稼，还长得这么好？建农，你是不是偷了化肥？豆苗半个月就蹿这么高，不符合常理。大哥大嫂，我既没钱买化肥，也没本钱偷，地能长出庄稼，是因为爹在天之灵护佑，因为我守住了良心和本分。呸！长得好有什么用？黄豆撑死1块5一斤，能比我家鱼塘一条桂鱼值钱？穷折腾！种地能发什么财？长得快不见得结好果子。这种拔苗助长的东西，结出的豆子肯定都是瘪的。咱们走着瞧。哼，走着瞧就走着瞧。秀芝，快看，熟了，全熟了。天哪，这黄豆居然自带一股清甜香味，像水果一样好闻。这绝对是灰台石浆的功劳。石磨不仅改良了土质，还改良了豆种，这颜色金灿灿的，简直就是金豆子。金豆子，咱们家终于熬出头了。可这么好的豆子，直接拉去集市上卖，人家不识货会压价，怎么办？好马配好鞍，这么好的金豆子不能贱卖。爹以前在世的时候教过我打豆腐的手艺，既然这豆子是靠老石磨流出来的浆水种出来的，那我就用这老石磨把这些金豆子全磨成豆腐。明天去镇上大集，不卖豆子，卖豆腐。好，咱们夫妻同心，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大哥大嫂看不起咱们，咱们偏要活出个样来给全村人看看。建农，这生豆浆没下锅就没豆腥味儿，一股清甜奶香，比镇上麦乳精还好闻。这是爹留下的石磨和盐碱地养出来的绝品好豆。这豆浆浓的都拉丝了，压出来的豆腐绝对是全镇头一份。咱今晚多磨几板豆腐，明天逢集先按市场价卖，大家尝了觉得好，销路就不愁了。媳妇儿，这回听我的，咱们的豆腐不能按普通价卖，至少要卖2块钱一斤。2块，镇上人精打细算，翻倍价我怕没人买，万一卖不出去馊了，心血就白费了。1分钱1分货，咱们不能贱卖爹留下的心血。好豆腐不怕没人识货，卖不出去，大不了挑回来自己吃。卖豆腐嘞！自家种的纯天然黄豆，古法石磨压的好豆腐，鲜嫩爽滑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小伙子，你这豆腐味道挺香，怎么卖的？给我来2斤，回家炖粉条。大妈，您真有眼光，我这豆腐2块钱一斤，保证您吃了还想吃。2块钱一斤，你抢没前面才1块，你这豆腐是金子打的，看着老实，心这么黑。大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们家豆腐用的豆子好，古法石磨磨的，没有一点杂质，您买一小块尝尝就知道值不值了。拉倒吧，豆腐能吃出龙肉味儿，想宰人门都没有。建农，要不咱们还是降到1块吧，这么耗下去，太阳一出来，豆腐该不新鲜了。不降。秀芝，你信我，这香味这么浓，总有懂行的能闻出来，咱们就在这儿等着。小兄弟，你这纱布底下盖的是豆腐，这味道不对啊，怎么没有石膏涩味和豆腥味，反而有一股草本清香？这位老板您鼻子真灵，这就是纯手工石磨豆腐，极品黄豆，不用化学添加剂，全凭手艺和好水点出来的。我能切一小块生尝尝吗？我是前面聚仙楼的老板，东西真好，钱不是问题。您随便尝，不要钱。我的老天爷，入口即化，豆香浓郁，还有回甘，这口感简直比燕窝还爽滑，极品，这绝对是极品食材。小兄弟，你这豆腐怎么卖？我全要了。钱老板是懂行的痛快人，我这豆腐2块钱一斤，1分不见。2块钱，小兄弟，你太看不起自己的手艺了。这食材放我聚仙楼做成招牌菜，一盘子卖大几十，2块钱是侮辱这块好豆腐。这样，我给你算10块钱一斤。这挑子里约50斤豆腐，这里是500块，我连案板带纱布全包了。10块钱一斤，500块钱。钱掌柜，豆腐值不了这么多，我只收该收的部分。钱老板，您愿意高价采购是您识货，但做生意讲究诚信，我陈建农的不贪心，咱们按市场最高价5块钱一斤，250块，多的我不能要。好骨气，小兄弟，我钱某人做生意多年，很少服人，你东西好，人品更好。今天咱们交个朋友，今天不只买这一担豆腐，我要跟你签独家供应合同，以后你的豆腐聚仙楼全包了，不管多少都按5块钱一斤收，这是5000块预付款，你敢不敢签？钱老板，您既然这么看得起我，这合同我签，只要我陈建农在一天，聚仙楼的豆腐保质保量，绝不断供。这建农借的3000块，眼看快到对账日子，那孩子命苦，我得帮他求求情。支书大叔，建农，你不是去镇上赶集了吗？东西没卖出去，没关系，大叔帮你想办法。大叔，这是整整3300块，3000块还合作社救急款，300块是利息，
我陈建农来还账了，3300块。建农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可千万别干糊涂事儿啊！王老板沙场的钱，你是不是偷偷接了？大叔，您放心，这钱干干净净，每一分都是我用双手赚来的。我用后山盐碱地种出的黄豆打了豆腐，被镇上聚仙楼钱老板看中，他高价收购，还签了长期独家合同。这钱是定金。好小子，大叔没看错你，我就知道你爹留下的好种，绝对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老会计，赶紧把账本拿出来，给咱们建农销账。咱们村的后生靠着一双勤劳的手，在这盐碱地上硬是刨出了一座金山呐！王婶儿、李叔，大家排好队，今天是咱们合作社发工钱的日子，大伙儿起早泼社帮帮棚除草、压豆腐，辛苦了。建农啊，这钱不对吧？怎么多出了200块？你是不是算错账了？没算错，这多出来的200块是奖金。上个月聚仙楼加大了豆腐订单，大棚里种的有机小白菜也全包了，效益好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建农，你这后生可实在，当初你饭都吃不上，现在不仅盖了大瓦房，还带着全村人赚工资，谁不夸你有良心？王婶儿、李叔，工钱领完，进屋喝口热茶吧，我刚煮了豆浆，不喝了，家里还等这笔工钱扯布做春装呢。秀芝啊，你这大胖小子虎头虎脑的，真有福气，你们这日子比蜜都甜了。这都是爹在天之灵保佑，踏踏实实干活，守住良心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。明天早上作坊见。邪了门了，前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晚上鱼死了一大半？这得亏多少钱呀？陈建强，这鱼塘怎么臭气熏天？我的真丝衣服全沾上死鱼味了，这鱼怎么突然翻坑了？前几天看鱼打蔫儿，去镇上农资站问了，人家专家说鱼塘得换水，还得买进口的增氧剂和杀菌药。换水那得配多少电？还有那进口药，那不是明抢吗？我也觉得太贵，就没买。后来去隔壁村老王头那儿，花100块买了2麻袋他配的土方子药，全撒下去了。谁知这鱼不仅没好，反而全死光了。你为了省几百块药费，把一坑桂鱼全毒死了，这鱼马上要上市了，大半年的进项啊！你长没长脑子？你吼什么吼？当时买便宜药的时候你没拦着，现在出事了全怪我头上。再说了，这鱼塘本来好好的，肯定是最近风水不对。死鱼全捞上来也卖不出去，明天镇上的收购商来看货，看到死鱼坑，以后谁还敢要咱们的鱼？春花，别慌，把死鱼捞上来，天黑用大货车拉到隔壁县农贸市场，便宜当活鱼卖给小饭馆，能捞回一点是一点。这要被抓到卖死鱼，可是要罚款的。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赶紧捞，别让人看见。大房那边可惨了，建强图便宜用了假药，鱼全死光了。今天还拉死鱼去外县骗人，被工商局逮了，鱼全没收，还罚了好该钱。报应，分家时好东西全占了，借钱1毛不拔。老天有眼，心术不正的人给座金山也守不住。别听他们嚼舌根，一群看人下菜碟的势利精。凭什么？那个穷光蛋凭什么突然就翻身了？他那个破盐碱地怎么可能种出那么好的东西？建强，你仔细想想，老二发家不就是从爹死了之后守着那半座魂山开始的吗？肯定是爹偏心，爹瞒家咱们在后山埋了发财的秘方或者宝贝。那座山可是老陈家的祖产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那荒山是咱老陈家共同的地，既然是祖产，就不能让老二一个人独吞了好处。分家纸上只写了后山归他，可没说山上长出来的金银财宝也归他。走，回家商量。建农，聚仙楼的送货车一天跑2趟的都不够，这生意比国营大厂还红火。王婶儿，您快别夸我了，这都是大伙儿出大力的结果。只要老石磨还在转，豆腐就不断屯儿。年底我给大伙儿包大红包。大伙儿加把劲儿，今天聚仙楼还要加50斤5香豆干。建农，你去后山看看小白菜是不是该浇水了？好嘞，我这就去。都给我停下，别干了！这地盘是我们大房的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唱的哪一出？我这忙着干活，没工夫陪你们胡闹。老二，大哥今天带你嫂子来，是来收回咱们老陈家祖产的。陈建农，别以为你靠着这半座山发了点邪财就不知道姓什么了。这后是咱爹的祖产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独吞？昨天我们找高人算过了，这半座山应该归我这长个长房。你是次子，祖产大房盖房开作坊，用的都是我们大房的地契。大嫂，
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睁眼说瞎话了。当初这半座山明明是刺草不生的盐碱地，是谁说种地地不长，栽树树死绝？是谁把鱼塘抢走，把这块死地硬塞给我们？但是以前我们也不知道这地能长香黄豆，反正这山和豆腐作坊，我们大房必须分一半。这半年赚的钱也得拿出一半交我保管。赵春花，建农借钱救命时，你连3000都不借，还替人砸石磨，现在跑来摘桃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就是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亲戚。建农，别理他们，他们敢捣乱，咱们非把他们轰出去不可啊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老二连和万幸的亲哥嫂，他们独吞口水保地，看着亲哥嫂饿肚子不管啊！春花，你别管，我先把作坊尺寸量了，明天就带人来砌墙，这半边全归咱们大房。陈建强，你敢动我作坊一下试试？你还敢打你大哥不成？我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没有白纸黑字写着，这山里长出来的钱全归你。你要白纸黑字是吧？大家都听好了，这是分家时老支书亲自代笔写协议，老宅新砖房10亩鱼塘归长子陈建强，村后半座荒山老石磨归次子陈建农，各自经营，盈亏自负，互不干涉。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最后8个字，盈亏自负，互不干涉。你鱼塘赚了钱，我们没沾光，现在赔了，凭什么跑来分我们血汗换来的作坊？那是老头子糊涂了写的废纸，我不认，只要我不点头，这山就还是大家的。滚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们私闯民宅。我是你大嫂，来替家拿东西怎么了？警察还能管家务事儿？今天这作坊不就是砸了也不让你们好过。住手！反了天了你们！赵春花、陈建强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村委是摆设？我老头子说话放屁一样。支书大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就是来跟老二商量商量家里的事儿。商量？带皮尺来明抢叫商量？协议是我一笔一画写的，你爹临终案的指印，你现在说那是废纸，是不是说我做假证骗你？老支书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主要是老二现在确实发财了，我们大房连饭都吃不上，他当弟弟的，拿出一点孝敬大哥也是应该的嘛。少来这套！当初秀芝大叔也在医院等着救命，建农跪在你家门口求借3000，你们说1分没有？真是丧了良心！眼红病犯了，看人家过得好，不提亲兄弟。建农，你做的对，这地是你种出来的，作坊是你建起来的，有我在这儿，有乡亲们在这儿，谁也别想动你家一根毫毛。陈建强，带你媳妇滚回死鱼塘去！再敢踏进这院子半步，我就召开全村大会，把你这败位踢出陈家村族谱。算你狠，陈建农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走。别得意的太早，你这破作坊连正式卫生许可都没有，卖的东西肯定加了工业毒药。你给我等着，老娘早晚让你们身败名裂，让这破作坊关门大吉。支书大叔，各位乡亲，今天多谢大家给我撑腰，我陈建仁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作坊里每一滴水，每一粒豆子都干干净净。不管他们用什么下三滥手段，我都接着，咱们继续干活。李叔，今天这批货是送去县里机关食堂试吃的，一点差错不能出，边界必须切整齐。放心吧，建农，咱们这手艺加上这神仙黄豆，县里领导吃了肯定赞不绝口。谁是陈建农？所有机器停下，所有人退到院子一边。领导同志，我是陈建农，请问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可是合法经营的。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说你们作坊为谋取暴利，违规使用工业香精和非法化学凝固剂，还说你们的生产水源受到严重污染。领导，这是诬陷，我们用的是纯天然黄豆，后山老井的甜水，点豆腐是最传统的盐卤。监督局的领导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黑心作坊。领导同志，我是他亲大哥，我们不忍心看他毒害全镇的老百姓啊！大义灭亲，我们只能大义灭亲。陈建强、赵春花，原来是你们在背后搞鬼，抢山头不成就使这种下三滥手段来污蔑我。谁家正经豆腐能香出这味儿？隔着2里地都能闻见，要不是加了化学香精，能有这味儿？领导赶紧查，把毒药全搜出来，把他抓去坐牢。都别吵了，是真是假，用科学仪器说话。马上对原料、水源、成品豆腐抽样，启动快速检测。我听说他这豆腐香味绝对过不了机器检测，只要测出问题，作坊就得查封，罚得他倾家荡产。这就是跟他大哥作对的下场。等他破产了，这半座山还是得回到咱们手里。建农，他们那机器不会出什么差错吧？万一……秀芝，别怕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老天爷看着呢，假不了。咦，这数据怎么回事？领导，是不是测出剧毒了？我就说嘛，这黑心鬼肯定放了毒药，快拿手铐把抓起来！小刘，仪器校准过没有？是不是出故障了？科长，仪器来之前刚校准过，我刚才又用传统试剂滴滴法复尝了一遍，结果到底怎么样？有没有工业香精和非法添加剂？没有，各项有害物质检测指标全部为0，工业香精、防腐剂1滴都没有。不仅如此，这豆腐的植物蛋白含量比国家特级大宗标准高出30%，水质已达到顶级天然矿泉水标准，那股香味完全是天然植物脂香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机器肯定坏了！你们是不是收了陈建农的黑钱？
检测设备是国家最先进的，每个数据都要负法律责任。你敢污蔑国家执法人员？陈建农作坊不仅没违规，质量还远超国家标准。你们作为亲哥嫂，因为私人恩怨恶意拨打举报热线，谎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。领导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这举报电话是他打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陈建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明明是你昨晚让我打的。你们不用互相推我了，这行为严重干扰公务，浪费行政资源，构成商业信誉恶意诽谤。小张，把他们2个名字和身份证号记下来，移交镇派出所，按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对恶意报假警、寻衅滋事必须严厉警告和罚款。建农同志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王科长，只要事情查清楚了就行。我们老百姓做生意图的就是个良心安稳。好一个良心安稳！像你这样坚持用纯天然好料、绝不掺假的良心作坊太少了。你这豆腐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好的绿色食品。记下来，回去立刻打报告。陈建农的合作社，不管卫生环境还是产品质量，都无可挑剔，授予全县卫生模范示范单位称号，向全县食堂学校重点推荐。谢谢领导，谢谢大家的认可。看到没？老天爷是公平的，心存善念，踏实干活，大家伙都帮你说话。那起歪心思的，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喽。大家伙继续干活，订单又多了，这个月人人有份大红包。陈建强，你天天都蹲在臭水坑边发呆，看看这些单子。你以为我不急吗？这鱼塘彻底废了，技术员说3年连根水草都长不出来，我能怎么办？你那个好弟弟现在是镇上的红人，他那作坊挂了模范单位的铜牌子，聚仙楼老板昨天又给他送了几万块货款，咱们老陈家的钱全让他一个人赚光了。你这个当大哥的就眼睁睁看着。你少拿他来激我！我陈建强就是饿死也不会去求那个泥腿子，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。我是当大哥的，总有一天要赚大钱，把他狠狠踩在脚底下。哼，赚大钱就凭你兜里比脸还干净，我不管。大宝下个月托儿所学费马上要交了，你再弄不来钱，我就带大宝回娘家。陈建强，别哭穷打马虎眼儿，我宽限你半个月了，欠厂里3万块饲料款，今天必须结清。厂里几十号工人等着发工资。王大哥，你消消气，我兜里实在是掏不出1分钱了啊！您再给我宽限2个月，我想办法筹钱，肯定还您。哼，最后给你1周时间，下周一拿不出3万块，咱们法院见，申请冻结你的账户，查封这套新房子拍卖抵债，好自为之。陈建强，好好的鱼塘被你折腾废了，现在法院都要来收房子，咱们带着大宝睡大街吗？你出我还有什么用？有本事你去变出3万块来！建农，这是县卫生局和工商局联合批下来的牌子，咱们陈家村建村这么多年，你可是独一份的荣光。谢谢支书大叔，谢谢各位乡亲平时的帮衬。今天中午作坊杀猪炖肉，大伙儿都在这儿吃流水席，敞开了吃。凭什么这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，凭什么名利双收？他就是沾了爹那台老石磨的光。建强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他靠破石磨走了狗屎运，怎么了？建强，你糊涂啊！老二能靠一台破石磨发大财，咱们为什么不能抢他的生意？你疯了吧？那石磨在他院子里，我能去抢过来？他现在挂着县里的牌子，10里8乡都认他，咱们拿什么抢？这是城里最新款全自动食品级豆腐一体机，老二的破石磨人工推，一天撑死200-300斤。你看这机器，全自动一条龙，一天产量2000斤。那是石磨出浆慢，还得人工过滤，费时费力。这就对了，买这台机器，咱们也做豆腐，跟老二打价格战。老二的豆腐卖5块，是因为产量小，咱们机器一天2000斤，就算只卖1块，一天也是2000块进账。打价格战，把老二的客户全抢过来，让他那台破石磨彻底变成没用的废石头。算盘打得响，可买机器要钱，这设备得8万块，咱们3万饲料钱都还不上，拿命去买。拿咱们这套新砖房的房产证，去镇上信用社办正规的抵押商业贷款。不行，贷款还不上，房子就真被法院收走了。爹把房子留给我，我不能给做没了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你这猪脑子！机器一天赚2000，一个月6万，最多2个月就还清贷款，顺便把饲料账也平了，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难道你就甘心被3万块债逼死，看着老二一辈子踩在你头上耀武扬威？干了！老二能发财，我陈建强身为长子，绝对比他赚的更多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去信用社拿钱。陈建刚同志，你的房产评估价值符合10万元贷款额度，但我必须按规矩履行告知义务。这是商业抵押贷款，期限1年，商业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如果经营不善，无法还本付息，信用社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房产抵债。你们夫妻俩考虑清楚了吗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领导放100个心，这钱是买最先进全自动生产线的，销路都算好了，半年就把本息全结清。对，我们这是干大事业的，绝对没问题。手续合法合规，你们在所有条款上签字按手印，10万元资金明早打入你们账户。
春花，钱到手了，走，去城里订机器。各位乡亲，咱们村第一家真正的现代化豆腐厂开业啦！大伙儿都来看看，咱们这叫高科技，什么破石头沫早该淘汰了。人工推的又慢又脏，哪有咱们机器干净？便宜是便宜，但建强这机器轰隆隆响得吓人，做出来的豆腐咋没啥豆香味呢？对面建农家的豆腐，隔着院墙都香得流口水。为了回馈乡亲，也让大家吃上机器做的现代豆腐，咱们今天大酬宾，对面卖5块钱，咱们同样的豆腐只要1块钱一斤，批发价8毛，1块钱一斤，这价格太便宜了吧？买2斤尝尝也不吃亏呀。厂长，陈建强两口子太不是东西了，把厂子开到咱脸贴脸的地方，1块钱一斤，拼命砸咱们饭碗啊！建农啊，村里好些散户都跑去对面买了，这么下去可不行，要不咱们也降点价，哪怕降到3块呢？大家伙别慌，他卖他的1块，咱们卖咱们的5块，价格1分不见。建农说的对，这大半年咱们靠什么拿下大饭店订单？是后山好地种出的天然黄豆，是老石磨磨出来的纯正手艺，那是机器能替代的吗？做食品做的是良心，1块钱一斤的售价，连上等黄豆的成本都兜不住。他陈建强拿什么赚钱？只能是在原料上偷油减料，甚至加不该加的东西。咱们什么都不用改，不降价不减料，每一板豆腐都给我压得实实在在，靠歪门邪道做出来的廉价货，永远打不败守规矩的良心。大家回去干活。好嘞，听厂长的，干活。这破机器声音怎么这么大？春花，你买的豆子怎么有股霉味儿？这能行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控制成本。最差的陈年妮子豆1毛5一斤，有点霉斑怕什么？机器有自动清洗，高温一煮，神仙也吃不出来。可咱们这豆腐点出来的颜色有点发暗啊，闻着还有股石膏的涩味儿。发暗就发暗，便宜才是硬道理。老二那极品黄豆成本多高，咱们这1斤成本连2毛都不到，今天卖500斤，纯赚400块。建强，村里小户只是小头，真正赚大钱的是镇上大饭店。老二最大的靠山不就是聚仙楼吗？走，装上2板豆腐去找钱老板，我就不信咱们1斤只收他8毛钱，他还能死心塌地去买老二那5块钱一斤的高价货。对呀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做生意哪个不想多赚钱？走，咱们这就去撬老二的墙角，只要拿下聚仙楼的订单，老二那破作坊就彻底玩完了。钱老板，钱大老板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陈家村的陈建强啊。陈建强，陈建农是你什么人？哎呦，钱老板，建农那是我们的亲二弟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这不，我们大房也开了现代化豆腐厂，赶紧拿着刚出锅的好货来孝敬您老人家了。哦，建农的大哥，你们也做豆腐？建农的豆腐我是签了独家合同的，品质没得挑。你们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？钱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弟弟那人死脑筋，非要搞手工，产量小，价格还死贵，5块钱一斤，这不是坑您吗？您看看我们戚家的干自动卫生，产量大8毛钱一斤，一个逼鳖光食材成本就能省下大几千，8毛，你这价格压得够狠的，东西真的一样，一模一样，都是老陈家的手艺，都是一个村的水，您尝尝就知道了。这豆腐的颜色怎么发灰？建农的豆腐可是白玉一样的颜色，透着光泽的。哎呀，机器压的嘛，力度大，颜色稍微紧实一点，不影响口感，不影响的。您快尝尝。呸！这叫老陈家的手艺，你们拿我钱某人当要饭的叫花子糊弄吗？钱老板，怎么了？这豆腐不是挺软的吗？软，那是一股发酵过度的酸气扣味儿。你们用的根本不是新鲜黄豆，是发了霉的陈年烂豆子，还有刺鼻的涩味儿。你们加了多少劣质化学凝固剂？这种猪狗都不吃垃圾，也敢端到我聚仙楼的台面上来？不，钱老板，这绝对是黄豆做的啊，可能是机器温度没控制好。放屁！我干了20年餐饮，好料坏料一舌头就尝出来。这种劣质毒妇要是端上桌给客人吃了，不出半天客人全得进医院。我聚仙楼100年招牌就得毁在你们这帮黑心肝的手里。你看看你弟弟建农的豆腐，豆香纯正，入口即化，那是凭良心做出来的天赐之物。保安！老板，出什么事了？老板了，把这2个卖黑心食品的骗子给我轰出去！以后聚仙楼的大门禁止这2人踏入半步。去工商局报备，严查这种劣质3无作坊，滚！完了，这老东西怎么长了一条狗舌头，竟然全吃出来了！呸！不买就不买，有钱不赚的蠢货！镇上这么多小饭馆和散户，只要卖得够便宜，还愁卖不出去。走，咱们回村，村里人肯定有抢着买咱们的1块钱豆腐。赵春花，你出来，看看你卖的什么！我家小孙子中午吃了你家豆腐，下午拉肚子拉的脸都绿了，现在还在村卫优室挂吊瓶呢。就是买回去才2个小时就全馊了，上面还飘着一层黄水，你这分明是发霉烂豆子做的，退钱，赔医药费。退什么钱？你们自己贪便宜没买了1块豆腐，还想出山珍野味来，拉肚子你自己肠胃不好，关我的豆腐什么事儿？货物售出，概不出关。怎么办呀？惹了众怒，咱们这厂子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开啊？喂，王主任。
陈建强，我是信用社信贷部。今天下午工商庄打电话说你豆腐厂使用谋变原料，没有，王主任，那是误会，是商业竞争，有人故意搞我。是不是误会？工商局自然会查。我仅10万块贷款是放给你合法正规生产的，如果工厂因质量问题停工查封，信用社将立刻判定你失去偿还能力。今天已经是月底了，你第1个月的贷款利息加上部分本金，一共3500块，明天下午5点前必须打入还款账户。如果账上没钱，我们不仅会立刻上报不良声信，还会正式启动冻结你抵押房子的司法程序。好自为之。建强，你怎么了？信用车打来电话说什么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钱老板把咱们轰出来了，村民们闹着退钱，明天交不上3500的利息，信用车就要收咱们的新房子了。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活啊？咱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不，我还没输。老二有神物，全是因为那台老石磨，底座里肯定藏着爹留下的发财秘方，那也是老陈家的东西。只要把石磨弄过来，我就能翻盘。下午5点交不上3500的利息，房子就真没了。建强，你想了一晚上，到底想出什么辙没有啊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去给老二赔个不是，找他讲。找老二借？你让我落下这张老脸去求他，他现在巴不得看咱们笑话。昨天刚去抢了他的生意，他能借给咱们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难不成这眼睁睁看着法院来封门？不，咱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昨晚琢磨了一宿，老二那破石磨绝对不是一般的石头，爹把它当宝贝留给老二，还逼他发毒誓死守。石磨里面或底座下肯定藏着老陈家祖传的发财秘方。秘方？就算真有秘方，石磨现在在老二的院子里，那么多人看着，咱们怎么弄得过来？抢吗？那可是犯法的，弄不好要进去端房的。抢？咱们是正大光明的去拿。春华，你别忘了，那石磨是老陈家的祖产，既然是，凭什么他老二一个人独吞？可分家 K 字写了，石磨归他呀，咱们去要，根本占不到理啊。哼，老支书是向着他，但咱们陈家村可不止老支书一个长辈。村东头的二叔公辈分最高，最讲究宗族规矩和长幼尊卑。只要咱们去二叔公面前哭一哭，说老二私吞祖传秘方，不管大哥死活，二叔公肯定出面替咱们做主。只要二叔公发了话，咱们就带着雇佣的搬运工，名正言顺的把石磨拉走。到时候把底座一砸开，拿到秘方，这10万块的债务算个屁，咱们能赚100万。对，是这个理。老陈家的东西不能让他老二一个人霸占。走，现在就去二叔公家。二叔公啊，您老人家可得给我们大房做主啊，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建强、春花，大清早在长辈院子里耗丧，成何体统？出什么事了？二叔公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我那个二弟建农，他欺师灭祖，私吞祖产啊！胡说八道！建农的孩子向来老实本分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？二叔公，您被他的表象骗了，他那半座盐碱地怎么可能突然种出极品黄豆？豆腐怎么可能香得那么邪乎？我查清楚了，全是因为我爹偏心，把祖传的药膳秘方偷偷藏在老石磨里，全留给了老二。是啊，二叔公，老二靠陈家祖传秘方日进斗金，我们大房呢，鱼塘赔了，机器厂也被人算计了，连房子都要被信用商收走了，求他拉一把，他见死不救还往外轰。二叔公，按咱们老陈家的规矩，祖传秘方是整个家族的根基，就算不全给我兄弟平分，他老二凭什么一个人独吞？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！岂有此理！我就说那小子怎么突然开了窍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只传给次子？一家人骨肉至亲，他老二富贵了就不认亲大哥，这还得了？二叔公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，只要能拿到秘方看一眼，我们大房就能活命啊！求您老人家出面，帮我们要回属于咱们老陈家共同的祖产。走，我倒要当面问问他陈建云，他的眼里还有没有老陈家的列祖列宗，还有没有我这个二叔公？建农，今天已经是初7了，过了今晚凌晨3点一刻，爹去世就整整3年了。是啊，3年了，这3年受了多少白眼，吃了多少苦，只有这台石磨知道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去爹的坟上多烧点纸，告诉他的交代，我一天没落下，我守住了。爹在天之灵，看到咱们把日子过得这么红火，作坊也变成了合作社，他肯定很欣慰。建强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带这么多人来咱们作坊干嘛？滚开！今天没你的事儿，我今天是陪二叔公来收回咱们老陈家祖产的。二叔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建农，你还有脸叫我二叔公？我问你，你爹当年是不是在这台石磨里藏了咱们老陈家祖传的药膳秘方？我不知道什么祖传秘方，这台石磨是爹分家时留给我的，我发过毒誓要好好守着它。你撒谎，没有秘方，你这破盐碱地能长出好豆子？没有方，你能做出那么香的豆腐？你私吞祖产，看着亲大哥破产被收房子都不管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老二，今天二叔公在这儿，你休想再糊弄过去。这石磨是老陈家的，里面的秘方也是老陈家的。今天我必须把石磨拉走，砸开底座，把秘方拿出来，咱们兄弟平分。谁敢动我的石磨一下试试？反了，反了！你这个不孝子孙，居然敢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！建强是你亲大哥，他现在有难，你不仅不帮，还要独霸老祖宗的基业。二叔公，当年分家协议也是老支书亲自写的，也在村委背了档。石木鱼塘的新砖房给了大房，这半座黄山和这台石磨归我，盈亏自负，互不干涉。他陈建强贪便宜买劣质药搞垮鱼塘，又眼红我的生意，拿房子抵押贷款盲目跟风，做劣质豆腐毒害乡亲被查封。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完全是心术不正，自食恶果。凭什么他破产了，就要来抢我用血汗守下来的东西？哎呦喂，二叔公啊，您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他就是想看着我们大房死啊！您今天要是做不了主，我
别说没用的，分家不过协议再大，大是老祖宗传下的秘方就必须见者有份。建强，让你的人动手，今天谁拦着，就是不认我这个二叔公。你们几个把绳子给我套上，要是石磨太重搬不动，就直接拿撬棍把底座给我砸开，出了事我担着。干什么啊？我看你们谁敢动石磨！建强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在外面坑人没坑够，跑回村里明抢了！陈建强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这石磨是我爹用命交代我守着的东西。今天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只要我陈建农还有一口气在，你们谁也别想碰他。愣着干什么？我给你们加钱，每人再加200。兄弟们，陈老板加钱了，动手搬！你们谁敢上前？这台石磨是我爹临终前反复嘱托我守住的念想，今天谁要动它分毫，就先从我身上跨过去。来啊！真当我们陈家村的人好欺负？建农的事儿就是大伙的事儿，反了，简直是反了！建农，你周结外人，连自家亲大哥和长辈都要打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，有没有教规？您看看，他老二现在就是个土皇帝啊！为了独吞祖传秘方，连亲情都不顾了，赶紧砸开那个破石磨，把秘方找出来！住手！我看今天谁敢动建农的作坊一下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啊！老支书，您带这么多人干什么？这是我们老陈家的家务事儿，今天二叔公在这儿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二叔公，您快80了吧？您在村里德高望重，怎么糊涂到跟着2个心术不正的晚辈来欺负一个老实巴交的后生了？老支书，建强说了，老二私吞了老太爷留在石磨里的祖传秘方，我这是在替老陈家主持公道，维护宗族规矩。祖传秘方，二叔公，您是被他们2口子当枪使了。他们今天来抢石磨，是因为走投无路，想抢建农的命根子去填烂窟窿。烂窟窿？建强，你不是说你的机械厂生意很好，只是缺个秘方扩大规模吗？二叔公，您别听他胡说，我生意好得很。呸！你拿新砖房抵押贷了10万买机器，结果买发霉烂黄豆兑化学药水，做村里好几个小孩吃拉的挂吊瓶。聚仙楼的钱老板今天亲自去工商局举报了，说你把酸臭的机器豆腐去冒充建农的手艺。现在全镇都知道你陈建强是个卖黑心食品的无赖。信用厂也下了最后通牒，交不上贷款利息，明天法院就收你的房子。你现在就是条走投无路的疯狗，跑到亲弟弟这儿乱咬人。建强，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居然卖毒豆腐坑害乡亲，你还要脸不要了？二叔公，您别听他们瞎说，我们那也是被逼的。要不是老二霸占秘方，我们能去买烂黄豆吗？归根结底都是老二逼我们的。你这个败坏门风的东西，你不仅坑害乡里，还骗我这把老骨头来抢你弟弟的产业，你不配做我们陈家的人。行了，闹剧收场吧，等着法院的传票，以后陈家没你这号人，赶出去。二叔公，回去歇着吧。建农是个好孩子，老太爷当年没看错人，这孩子担得起咱们陈家村的指望。支书大叔，各位叔伯婶大娘，今天要不是大家来得及时，我拼了这条命也守不住爹留下的念想。大恩不言谢，我陈建农记在心里了。建农啊，你记不记得你爹是哪年哪月哪日什么时候走的？我死都不会忘。我爹是3年前的今天，农历9月初8，傍晚5点45分验的病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5点45分，今天正好是爹去世满3年的忌日，时辰1分不差。建农，这3年你受了太多委屈，今天他们逼门，你宁可拼命也没违你爸的毒誓，少一天少一个时辰你都没有违背。支书大叔，我答应过3年之内，哪怕穷死饿死，绝不砸磨，我做到了，我没给老爹丢脸。好孩子，老头子我替你爹高兴。现在3年期满，时辰已到，你的誓言解了。建农，去把院子角落里的撬棍拿过来。您是说我可以动它了？你爹用命逼你守的东西，绝不只是块破石头。他定下3年之期，是熬走大房的耐心，也是磨练你的信性。现在你通过了你爹的考验，去吧，把它打开，看看你爹给你留了什么天大的指望。林叔，大牛，这石磨底座当年是我爹和几个叔伯用粗麻绳吊着才安上去的，死沉，我一个人怕是撬不动。这算啥劳烦？建农，今天大伙就陪你一起把你爹留下的这谜底给揭开。你喊耗子，咱们一起使劲儿。对，咱们陈家村的爷们儿有一把子力气。好后生们，加把劲儿，把老太爷留给咱们建农的底子掀开来看看。1、2、3，起！再来，起！建农大叔，你们快看，这底座下面的那土坑里，居然还藏着一个用青砖砌好的暗格。
爹，这就是您用命逼我发誓死守了3年的东西吗？哎呦喂，包的这么严实，连一点水汽和泥土都没透进去。建农，快打开看看，到底是个啥宝贝？建农，打开它。老天爷，这是金子！金子，10根大金条，我的个乖乖，我这辈子只在电视上见过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！发财了，建农啊，你们两口子这回是真发大财了，老天爷开眼啊！是爹的字，这是爹留给我的信。建农啊，你爹不识几个大字，这信肯定是他在病床上一笔一画硬熬着写下来的。打开吧，看看你爹到底在信里给你交代了什么。你认字手，大叔念给你听。老天爷，这是金子！金子，10根大金条。建农，我的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已经过了3年了。儿啊，你一定很想知道，咱们家这穷的叮当响的泥腿子哪里来的这10根金条？这是40年前爹在后山打猎的时候，从狼嘴里救下了一个逃难的老客商。那客商为了报恩，把这10根用来保命的金条，还有他祖传的100年古法豆腐与药膳秘方，全都偷偷留给了爹。这钱干干净净，是咱们老陈家的合法家底儿。那本怪不得咱们的黄豆能打出那么香的豆腐，那石磨流出来的水，肯定也是因为爹按着秘方，在石磨的轴心和缝隙里填包了那些能改良水质和土壤的草药矿石。那个老客商是个奇人，他帮咱们把那些能养地养人的草药矿石磨成了粉，烧制进了那台石磨的底座里。只要这石磨一转，药石的精华就会渗进水里。他告诉爹，这秘方和金子是天大的福报，但也是天大的考验。没有那个命，压不住这份财。建农，村里人都说爹偏心你大哥，把下金蛋的鱼塘和新房子都给了他。可爹心里明镜似的，你大哥建强，打小就眼高手低，贪图享受，心术不正。我要是把这10根羊挑和药膳秘方交给他，以他的性子，绝对不会去踏实干活。他要是拿了秘方，肯定会为了赚快钱去买劣质的材料，去偷工减料。他不仅守不住这门手艺，还会把咱们老陈家祖祖辈辈积累的名声彻底砸烂。他会为了暴利去借钱，去盲目跟风，最后落得个倾家荡产，被万人唾骂的下场。这才交给他，不是帮他，是害死他。老天爷呀，原来爹什么都知道，我们这是自己把自己的活路给作死了呀！把鱼塘和房子给他，那是爹能给他的最后一点体面和活路。至于你，建农，你随了爹，老实本分，认死理，骨头硬，把那半座荒山和这台破石磨给你，发下3年不准变卖毒誓，就是为了熬你的信性，为了看看你在绝境里能不能守住做人的良心和底线。建农，你爹没看错你，只有经得起委屈，守得住良心，讲得了信义的人，才配接得住这泼天的富贵。这金子，这秘方是你的了，拿着它们，堂堂正正的活出个人样来。爹，儿子懂了，儿子全懂了。您不是偏心，您是在用命护着咱们老陈家的根儿啊，爹。爹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把日子过好，绝对不辜负您的良苦用心。我们绝不偷工减料，一定把老陈家的上名和天理干干净净的传下。高啊！老太爷简直是把人性和天理都算得死死的。老大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老二以为自己吃了天大亏，其实是老太爷把最大的福报留给了最有良心的人。就是这个理，这就叫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建强两口子算计半天，连亲兄弟死活都不顾了，最后鱼塘做没了，房子要被收走，名声也臭大街了。反倒是建农守着良心种地，硬是种出了一座金山，这都是命，也是德行啊！起来吧，好孩子。建农，别哭了。你爹在天之灵看到你们今天这番光景，肯定在笑呢。这10根民国金条来路正当，清清白白。明天一早，你就带着秀芝去市里的大银行，把这些金子走国家正规渠道兑换。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再加上你爹留下的这本药膳秘方，你的合作社绝对能冲出咱们这个小镇子，做到全省去。大叔您放心，这金子我1分都不会乱花，我要用它买最先进的环保杀菌设备，把咱们村的半座荒山全部改造成最顶级的生态农业园。我要让爹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，赚干干净净的钱。李叔、王婶还有各位乡亲，我陈建农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这作坊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没有大伙儿当初借我的救命钱，没有大伙儿今晚替我护院，就没有我陈建农的今天。等我换了钱，凡是愿意跟着我干的，咱们全算合作社入股分红。咱们陈家村以后家家户户都要盖新楼，过好日子。好，跟着建农干，过好日子，坚守良心，赚大钱。陈建强，你看看你用的这些都是什么烂东西，全都是长了绿毛、发了霉的劣质陈化粮。你就是拿这种含有剧毒黄曲头素的烂豆子做成豆腐卖给乡亲们的。
王科长，领导误会啊，这批豆子是受了潮，我还没来得及扔呢。我卖出去的那些绝对是好豆子啊。是啊，领导，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，您高抬贵手，咱们这都是小作坊。小作坊，我看你们是黑心作坊，不仅用发霉原料，还违规超量使用工业级凝固剂。昨天镇卫生院就接诊了10几个吃坏肚子的村民，还有聚仙楼实名举报你们以次充好，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敢抵赖？小刘，马上给这台机器贴上封条，将所有发霉大豆和非法添加剂全部没收销毁，吊销陈建强的营业执照。根据食品安全法，对这种恶意售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，处以顶格罚款5万元，停产停业，立即执行。5万封条，完了，我的机器，我的发财梦。不行啊，这机是我们家在抵押房子贷款买的，你们封了机器就是要我们的命啊！妨碍执法，罪加一等，请你们立刻退后。该，这就叫报应。为了赚黑心钱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陈建强，鉴于你的加工厂因严重违法被查封，已经彻底丧失了还款能力和经营资质，信用车按照合同约定，提前终止你的10万元商业贷款合同。陈建强、赵春花因你们无力偿还信用车本息，现依法对你们名下作为抵押物的这套红砖房产进行查封，并将进入司法拍卖程序。老板，这是我们老陈家的房子，这是我爹分给我们的，你们凭什么收走？春花，别闹了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抵押合同，法院的判决书都下来了，咱们闹不过的，房子没了，没了。陈建强，你这个千刀万剐的败家子儿啊！10亩下金蛋的鱼塘被你弄废了，现在连唯一遮风挡雨的新房子也被你折腾没了。我当年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建农、秀芝，大嫂今天是来求你们的。二弟，哥走投无路了。建农，镇上的人都说你们昨天晚上在石磨底下挖出了老太爷留下的10根大金吊，那可是价值好几百万的巨款啊！建农，大嫂知道错了，现在你大哥的厂子被封了，还要交5万块钱的罚款，那套新房子也被法院收走拍卖了，大嫂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就算再恨我们，看在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看在你大侄子的份上，你能不能从那几百万里拔出一根金条的钱，不拔出10万块钱，就替大嫂把窟窿填了，把房子赎回来？大嫂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给你们当牛做马，在你们的作坊里干最脏最累的活来还债。你大富大贵了，我就拉亲大哥最后一把吧。大哥大嫂，你们真的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不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现在哭着来求我，不是因为你们良心发现了，只是因为你们走投无路了，因为你们盯上了我手里的钱。大嫂，你说一家人，3年前当你在大雨里把我的救命鸡蛋踩碎，让我媳妇回去等死的时候，你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吗？当你们为了打价格战，用发霉的有毒黄豆做豆腐，去毒害咱们同村乡亲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有过半点良知吗？建农，哥错了，哥真的知道错了，爹心里骂的对，我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。你大富大贵了，就拉亲大哥最后一把吧。陈建强，昨天傍晚，你带着二叔公和几个拿撬棍的工人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我的院子，要强行砸碎爹留给我的石磨时，你念过半句兄弟之情吗？我那是被逼急了，不是被逼急了，这整根金条是我拼了命命守住爹的誓言换来的，是我和秀芝用干干净净的良心熬出来的福报。这笔钱我会用来建大厂房，用来给陈家村所有跟着我吃苦的乡亲们发工资，用来造福整个村子。但是这笔钱里绝对没有1分1厘是用来替你们的贪婪、恶毒和违法乱纪买单的。你的罚款你自己去挣，你们欠的债你们自己去还。良心坏了，填多少钱都没用，天理循环，因果报应，你们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，今天必须一滴不上的咽下去。你们走吧，以后陈家村没有大房这一脉，咱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建农说的对，路是你们自己走绝的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国家有法律，做人有底线。你们带着这几包破衣服进城去吧，去工地上搬砖，去饭店里洗盘子，用你们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把债还清，那才是你们现在唯一该走的正道。3号库房，聚仙楼的特级5香豆狗和10年陈酿古法酱油装车了没有？钱老板的车队已经上高速了，这批货绝对不能耽误。建农厂长，您就放100个心吧，钱老板的货我亲自盯着的，全是最顶级的 A 料。不仅如此，省城几家大超市催货的加急订单，咱们也连夜赶出来了。哈哈哈哈！建农老弟，我大老远就闻到你这漫山遍野的豆香味儿了。钱老哥，
您这大老板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打个电话吩咐一声，我派专车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？我不亲自来不行啊，建农，你现在可是咱们全省有名的农业模范企业家了，你拿出来的那几个古法药膳豆腐和发酵大酱的秘方简直是绝了。现在我的聚仙楼每天都有外省的客人专门来排队，就为了吃一口你们陈家村出产的金豆燕。我不亲自来守着，这供货比例要是被别人抢了，我非得心疼死不可。钱大哥，您这话说的，咱们是起家的老朋友。建农早就交代过，不管厂子做多大，聚仙楼的货永远是第一顺位优先保证。咱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一个信字。弟妹敞亮，有你们两口子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跟你们这样有良心、守规矩的人合作，睡觉都安稳。陈家村的老少爷们们，大家都安静一下。1年前，咱们建农拿着那350万的合法资本，一没去城里买大别墅，二没去过那种奢靡的阔少爷生活，他把钱全砸在了咱们村这片穷土上，引进了最现代化的环保设备，建起了全自动的无菌车间。他说要带着大伙一起致富。今天是年底分红的大日子，今天咱们的厂子不仅把本钱全赚回来了，还实现了利润翻番。现在让咱们的陈厂长给大伙讲话。乡亲们，我陈建农嘴笨，说不出什么漂亮话，我只认一个理：一个人富，那叫运气；全村人跟着一起富，那才叫底气。今天站在这里的，不仅有咱们厂的工人，还有把自家的地入股给合作社种黄豆的股东。多余的废话我不说了，咱们直接发。村东头李叔入股土地8亩，兼任1车间主任，年底基本工资加合作社分红，总计28万5千块。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呀！李叔，拿着，这是您起早贪黑、流血流汗换来的。当初我最难的时候，是您举着斧头护着我，这钱干干净净，您拿回去给家里盖栋新楼房。乡亲们呐，以前咱们去城里工地这场扛水泥，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子儿，现在跟着建农，咱们在自己家门口就把大钱给挣了。建农是咱们陈家村的大恩人呐。王婶负责种子培育和后勤食堂，年底总计21万。张大牛负责物流车队运输，总计25万。秀芝，有了这笔钱，我家那混小子下个月在城里买房子的手相出了名副就全齐了。王婶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只要咱们大家伙心齐，坚守品质，这分红只会1年比1年多。建农啊，看着村子里人现在过上的这日子，我就是明天闭眼，到了底下也有脸去见你爹，见咱们老陈家的列祖列宗了。大叔，这一切都得感恩我爹，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当年狠下心来逼我发那3年的毒誓，这份家业早就在那场风波里毁于一旦了。是啊，大哥大嫂嫌弃他是一排破烂石头，以为财富就是现成的新房和鱼塘。只有爹知道，这石磨底下藏着的不仅仅是10根金条和一本秘方，更是看透人心的智慧。建农、秀芝，你们说，咱们老辈人留给咱们的真正的传家宝到底是个啥？是那100万？是那座金山吗？不，金子再多也有花完的一天，秘方再好，如果不去踏实干活，如果为了暴利去偷工减料，也变不成底下的豆腐。爹留给我的真正传家宝，不是这台石磨，也不是底下的黄金，而是咱们这群老百姓在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没有丢掉的良心，是在天塌下来别人踩在咱们头上的时候也没有弯下去的骨头。无论大贫大富，咱们干干净净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良心，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好的传家宝。哈哈，好啊，有这股子精气神在，咱们陈家村的香火，咱们老百姓的好日子，世世代代都断不了。